见过不要脸的啊，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呀！当初呢，亏得底裤都要当掉了，求着中国人来接盘儿。现在啊，咱们把这个烂摊子呢变成了聚宝盆儿，他们却眼红了，居然想明抢。澳大利亚这回啊是彻底撕下了契约精神的遮羞布啊，要把咱们合法做了99年的港口强行收回。面对这种强盗行径啊，中国大使这次啊也是真的怒了，直接撂下一句狠话。那今天呢，咱们就来扒扒这出啊吃相最难看的杀猪盘。要把这个事讲透吧，咱们要先回到2015年，那个时候的达尔文港是个什么德行呢？哪怕你没有去过啊，你闭上眼睛呢都能想象得出来。二战的时候吧，这个地方呢被日本的那个飞机啊那炸是稀巴烂啊。后来虽然是修修补补啊，但是一直在这个澳大利亚的经济版图里呢，它就是个垃圾。这里呢远离澳大利亚那个繁华的东南沿海，孤悬海外啊，面对着亚洲热带气候，还得防着鳄鱼。在当年的北领地政府眼里啊，这个港口吧，它就是一块手里面烫手的山芋，是一块毫无生气的烂肉。基础设施啊，那都是爷爷辈留下来的呀，起重机生锈，码头破损，这运营效率呢低得感人，连年亏损啊，赔得连底裤都要当掉了。这政府每年呢还得往里面填钱维护啊，属于典型的负资产。当时啊，北领地政府那是求爷爷告奶奶，满世界吆喝呀，谁来接盘呀？谁来救救急啊？可是呢，精明的西方资本家谁也不傻，美国人来看看，摇摇头走了；日本人来看看，嫌脏嫌累走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家中国民营企业蓝桥集团站了出来。2015年，蓝桥集团呢花了5.06亿澳元，拿下了达尔文港99年的租赁权。哎，你猜当时这个澳大利亚人是什么反应呢？他们可不是担心什么国家安全，他们是在被窝里呢偷着乐。当时的北领地首席部长贾尔斯啊，那个嘴哦都快咧到耳朵根后了，觉得自个儿呢简直就是商业天才呀，把一个赔钱货高价甩给了一个人傻钱多的中国接盘侠。甚至当时这个澳大利亚的国防部，请注意啊，就是现在啊天天喊着不安全那个国防部，在2015年的时候也是大笔一挥，签字放行，明确表示没毛病，不涉及安全问题，卖吧卖吧。哎，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不谈战略威胁啦？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不说港口必须掌握在澳洲人手里啦？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港口呢是垃圾，他们巴不得中国人啊赶紧接过去啊，给他们擦屁股。然而时间呢是这个世界上最诚实的审计师，中国人的本事啊，那是吹出来的吗？那是干出来的。蓝桥集团接手之后，哎，没有搞那些虚头巴脑的，真金白银的往里砸钱，升级这个码头设施，建设冷链物流，开通直航航线，还把这个港口啊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接上了。更重要的是啊，中国人呢带来了高效的管理和勤奋的精神呀。10年过去了啊，沧海桑田，那个曾经鸟不拉屎只有苍蝇嗡嗡叫的边缘港口呢，愣是变成了连接亚洲市场的黄金口岸。原本红色的赤字啊，现在变成了黑色的盈利，那是哗哗流油啊。这澳大利亚的矿产、牛肉、活牛通过这个港口呢，源源不断的运往中国和东南亚。达尔文港呢，成了北领地的经济引擎。看着这份漂亮的财报，看着中国人每天在这里数钱，那帮政客的心态崩了呀！这就叫红眼病，这是绝症，治不好。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比看着别人呢在自己曾经见面的地盘上赚大钱，更让政客啊抓心挠肝、如坐针毡了。他们开始后悔了。哎呀，早知道这么赚钱，我当初为什么只要了5个亿啊？这不是亏大了吗？可是合同白纸黑字写着呢，99年，这还不到1/10呢。这个时候呢，西方人的契约精神呢就开始掉链子了。哎，既然这个商业上找不回场子，那就用政治手段。
于是啊，那个万能的国家安全再一次被那帮不要脸的给搬上台面。最近这几天啊，这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声调明显高了8度呀。他在公开场合大放厥词，宣称正在审查相关流程，希望港口呢能掌握在澳洲人手中。这话说的冠冕堂皇，仿佛是为了捍卫某种神圣的主权。但是只要撕开那层薄薄的外交辞令，里面露出来的全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和贪婪的哈喇子。咱们来分析分析阿尔巴尼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动手。第一，是为了选票。澳大利亚国内现在这个日子也不好过呀，通胀高，房价高，老百姓怨声载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打中国牌呢，是转移矛盾最廉价最有效的手段。只要喊一嗓子中国威胁论，只要表现出对中国的强硬，就能在那个充满偏见的舆论场里收割一波支持率。还有这第二是来自带头大哥的压力。美国这几年在这个亚太地区搞奥库斯联盟，要把澳大利亚呢变成对抗中国的桥头堡。美国人还要在这个达尔文驻军，还要在里面部署这个 B-52轰炸机，甚至还要搞核潜艇。这个时候吧，美国人看达尔文港那个写着汉字的招牌，那是越看越不顺眼小弟，我在你这儿呢，那是军事机密旁边蹲着个中国公司，我这个觉睡不踏实。于是华盛顿的旨意传达了，阿尔巴尼斯呢，那就像是个提线木偶一样动了起来。但是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简直是胡扯呀！蓝桥集团早都说过了，我们就是个商业公司，港口的运营完全透明，澳洲的国防部、边防局想查随时查。而且美军和澳军的军舰进出港口，那是走专门的军用码头的，跟蓝桥公司经营的商用码头是分开的。所谓中国通过港口监视美军，纯属是被迫害妄想症，或者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真正的逻辑只有一条，你赚钱了，我不爽了。你以前帮我收垃圾，你是好人，现在你把垃圾变废为宝了，你就是坏人，我就要抢回来。面对这种耍流氓的行为，中国这次是怎么回应的？中国的驻澳大使没有用那些严重关切、遗憾之类的温推水词汇，而是直接把这个话搁在了桌面上。亏损的时候你租给我，现在盈利了你要收回去，这不是做生意的方式。那这个话翻译成咱们老百姓的大白话就是哥们儿，你要点脸行不？你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吧。在商业文明的逻辑里契约精神是基石，但是在西方强盗的逻辑里那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里面吧，它有个极其微妙的界限，大伙儿得看明白如果澳洲政府是说我想买回来，咱们按现在的市场价，加上这么多年的增值，再加上这个违约金，我赔给你，那行那是商业行为咱们虽然是不愿意的，但是也能谈，毕竟在商言商，只要这个钱给够，这个生意也不是不能做。但是现在的风向显然不是这样堪培拉那帮人手里面拿着的可不是支票本而是行政命令的印章，甚至呢可能是藏着强制征收的坏水。他们想白嫖想直接抢，想要一张废纸呢就把中国企业10年的心血据为己有。这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更是给这番博弈打下了法理的地桩。这个租约是合法通过市场方式取得的，言下之意很清楚这个官司打到联合国也是我们有理。如果你想玩明抢，那就别怪我们不讲武德，别怪我们掀桌子。阿尔巴尼斯这老小子或许应该回头看看他那间总理办公室，前任那个莫里森留下的椅子还没凉透呢。当年莫里森那个糊涂蛋为了迎合美国呢，为了搞这个地缘政治的狂热，不惜破坏中澳关系的底座那是上蹿下跳反华反的就有一个起劲结果呢，中国一怒之下，反制措施一出，
澳洲的出口商们啊，那是哀鸿遍野，哭爹喊娘，天天在议会门口举着个牌子骂街。那种切肤的经济痛感最终转化成了选票上的惩罚，直接把莫里森给送回老家钓鱼去了。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警告。对于依赖出口的这个澳大利亚来说，经济账从来都是政治命门是七寸。澳大利亚的繁荣是建立在卖资源的基础上的，而在这个星球上，能一口气吞下那么多的铁矿石、煤炭、农产品的买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萧谦大使那句意味深长的若澳方采取行动，中方必有反制，那可绝对不是一句空洞的威胁。什么是反制？中方没有明说，但是在博弈论里吧，未知的惩罚往往比确定的制裁更让人尿裤子。你猜猜，这次是红酒还是牛肉呢？还是铁矿石？又或者是在多边外交舞台上，在南太平洋岛国的问题上给澳大利亚上眼药？这种隐而不发的状态才是堪培拉最怕的。若是真为了一个达尔文港赔上整个中澳贸易复苏大局，赔上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这笔账工党政府呢恐怕得用计算器好好算几个通宵。这几年解放军海军的舰队呢出现在澳大利亚周边海域，那已经不是什么突发新闻了。虽然官方通报里总是客气的写着不针对第三方，但是这种常态化的军事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以前我们讲道理别人听不懂，现在我们讲道理别人为什么愿意坐下来听了？因为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硬实力的物理延伸，有了咱们的055大驱，有了咱们的福建舰，中国外交官在这个谈判桌上的腰杆子才能挺得这么直，说话才能这么硬气。这几百年西方国家满世界的推销什么法治、契约精神、自由市场，他们告诉这个发展中国家只要你们守规矩，咱们就能一起发财。可是事实是什么呢？当华为的 5G 技术领先全球的时候，他们不谈自由市场了，他们直接拔网线抓人。当这个 TikTok 风靡全美的时候，他们不谈言论自由了，他们要强制收购。当这个俄罗斯的资产放在西方银行里的时候，他们不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了，他们直接冻结没收。现在当中国的企业在澳大利亚合法经营赚钱的时候，他们不谈契约精神了，他们要毁约。这出戏吧现在还在唱，阿尔巴尼斯呢还在那儿嘴硬，还在那儿试探。但是我告诉你结局早就写好了，中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戏码在21世纪重演。至于那个拭目以待的后果，澳洲人真的准备好去承受了吗？好啦，今天这个事儿吧挺来气的，希望这次中国能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